大家好，我是小莫。這一年來，我一直在分享關於覺察、信念，還有一些生命的體會。也收到幾位朋友跟我說，很喜歡你的影片，可是有些觀念我好像聽得懂，又好像聽不太懂。我後來發現，不是那些內容太難，而是我們少了一個可以慢慢開始的地方。所以我想，與其一直往更深的地方講，不如回到最前面，從最簡單、最基本的問題開始，一步一步把那些曾經讓我困惑，也慢慢改變我生命的觀念，用最生活、最容易理解的方式分享給你們。所以，如果你從來沒有接觸過靈性或是覺察，完全沒有關係，因為這個系列就是為你準備的。我們一次只聊一件事，慢慢來就好。那我今天就從一件前幾年轟動全世界的小事開始講起。你還記得嗎？有一年，網絡上突然瘋傳一張照片，就是一件很普通的洋裝。很奇怪的是，有一半的人說這件洋裝是藍色配黑色，另外一半的人也斬釘截鐵地說，這明明就是白色配金色。同一張照片，同一個熒幕，大家吵到快翻臉，全世界的媒體都在報道這件事。後來科學家研究了很久，才發現問題根本不在那件洋裝，問題在每個人的大腦是怎麼去猜測照片裡的光線。有些人的大腦自動判斷這張照片是在強光下拍的，就把顏色校正成比較暗的藍黑色。有些人的大腦判斷這是在陰影裡拍的，就自動把顏色校正成比較亮的白金色。也就是說，同一組進到眼睛裡的光線，經過每個人大腦不同的解讀之後，就變成兩種完全不同的事實。你可能會想，一張洋裝的照片看錯就看錯，跟我的人生有什麼關係？其實關係超級大，因為如果連我們以為最直接的看見都不是單純在接收，而是大腦在主動建構，那我們每天在過的人生到底有多少真實性呢？我們先從一個很基本的問題開始，你有沒有想過，你現在看到的這個世界到底是傳進來的還是做出來的？大部分的人會覺得，當然是從外面傳進來的啊。眼睛就像一台攝影機，把外面的畫面錄進來，傳給大腦，大腦就負責播放。世界長怎樣，我們就看到什麼樣子。這聽起來天經地義，不是嗎？但是這幾十年，研究大腦跟意識的科學家越來越發現，事情完全不是那樣的。有一位研究意識科學的神經科學家，叫做 Anil Seth， 他提出了一個說法，我覺得非常精準。他說，我們所謂的看見，其實是一種受控制的幻覺。幻覺這兩個字聽起來有點嚇人，對不對？但它的意思並不是說你眼前的世界是假的，是憑空捏造的。它的意思是，你的大腦並不是被動接收外面的畫面，而是主動的先猜，再拿感官傳回來的訊號去對答案。換句話說，你現在看到的一切，並不是先有外在的畫面再傳進你的意識裡，而是你的大腦先根據過去累積的經驗跟預測，生成一個最有可能的畫面，然後用眼睛、耳朵這些感官傳回來的訊號去做確認跟修正。這個順序跟我們一直以為的完全相反。並不是外面發生什麼，你就會看見什麼，而是你的大腦先預設了一個版本，再去看外面有沒有推翻它。所以那件洋裝的照片會出現兩種答案，不是因為照片有問題，而是因為兩種大腦用了不同的猜測模型去理解同一組光線的訊號，然後各自生成了自己覺得理所當然的所謂事實。那你可能會想，好吧，顏色也許真的比較主觀，但我眼前看到一張桌子、一杯水，這些總不會是我猜測的吧？我再舉一個例子，你現在就可以感覺到，你的兩隻眼睛在視網膜上各有一個小小的區域，叫做盲點。那個位置是完全沒辦法接收畫面的，因為視神經就是從那裡穿出去的。
理論上，在你的視野裡，應該永遠有一小塊是黑的，是空的，是什麼都看不到的。但我們好像從來都沒有感覺到視野裡缺了一塊，因為大腦會直接幫你補上去，它用旁邊的畫面，用它的猜測把那個空缺填滿。就像你每天回家，你根本不需要仔細看每一塊地磚，大腦早就替你補好了很多細節。這代表什麼呢？代表你所看到的世界從來都不是100%接收進來的，有一部分永遠是腦補出來的，只是你完全感覺不到那個腦補的過程，因為它太順暢了，順暢到你以為那就是真實。好，那我們再往下推一層，如果我們接受大腦是主動猜測、主動建構出畫面，那有一個更關鍵的問題是，大腦為什麼要用這種方式運作呢？它幹嘛不老老實實把外面的世界照實的錄進來就好？幹嘛要自己腦補呢？這裡我想提出一位叫做 Donald Hoffman 的認知科學家，他提出一個更大膽的說法。他說，我們一直以為生命的演化會讓我們越來越看見真實的世界，可是他用數學模型來模擬演化後，卻發現一個很意外的結果。演化留下來的不一定是看得最真實的，而是最有利於生存的。因為演化根本不在乎你看見的是不是真相，它只在乎一件事，你能不能活下來。所以我們的感官與其說是在呈現真實世界，不如說是在替我們做出最快最有利的判斷。Hoffman 用了一個比喻，我覺得非常好懂。他說，我們的感官就像是電腦螢幕的桌面，你看到一個資料夾的圖示，你把它拖到垃圾桶，你感覺你把一份資料丟掉了，但事實上電腦裡面根本沒有什麼資料夾，也沒有什麼垃圾桶，裡面只有一堆電子訊號跟電路。那個資料夾的圖示只是設計出來方便我們操作的一個界面。他說，我們的眼睛、耳朵，還有整個感官系統，就有點像電腦螢幕上的那些界面。時間、空間、顏色、形狀，這些我們都覺得理所當然的東西，可能都只是演化所設計出來，方便我們生存，方便我們操作這個世界的圖示，而不是這個世界本來的樣子。如果你覺得這很難想象，沒關係，可以先記住一個畫面就好。你並不是站在窗戶前面看着外面的世界，你比較像是坐在電腦前面，看着一個為了方便使用而設計出來的桌面。那你可能會問，好，那如果我看到的一切都只是一種界面，都是我大腦生成的猜測，那這些猜測是根據什麼來猜的呢？答案就是你過去累積下來的經驗、感受，還有你相信的東西。科學家研究受控制的幻覺這個現象時，發現一件很有趣的事：你越是強烈相信某件事，你的大腦就會越傾向用那個信念來解釋你接收到的訊號，甚至會不自覺地忽略那些跟你的信念矛盾的證據。也就是說，並不是你先看到世界才決定你要相信什麼，而是你先相信了什麼，你的大腦才用你相信的那些去生成、去建構你會看到的世界。這句話我想請你特別放在心裡，因為這就是為什麼同一件事情發生，有些人會覺得是天大的打擊，有些人卻可以雲淡風輕。並不是事情本身不一樣，而是每個人大腦裡那個負責生成畫面的信念，用了不一樣的模型去建構出完全不同的體驗。其實並不是只有很現代的科學研究發現，我們所看到的並不是世界本身，而是我們內在意識的建構這件事。早在200多年前，有一位很有名的哲學家叫康德，他就已經提出，我們永遠沒辦法直接接觸到事物真正客觀的樣子，我們能碰觸到的永遠都只是經過我們的感官和心智加工過後的那個版本。而在更早的東方佛法裡，有一套十分精密的思想，叫做唯識學。
它的核心概念就是我們以為的外在世界其實都是意識所顯現出來的，並不是先有一個客觀世界我們再去感知它，而是我們的意識參與甚至主導了世界被我們經驗的方式。我們會發現，一個是200多年前的歐洲哲學家，一個是1500年前東方的智慧傳統，一個是近幾十年用科學方法做實驗、跑數學模型的認知科學家，3條完全不同的取向，相隔了幾百年，卻走到幾乎一樣的結論。我們每個人所經驗到的世界，並不是世界本身，而是經過我們的意識加工建構出來的一種版本而已。很有趣的是，不同時代、不同領域的人，最後都指向了一個非常相似的結果。它既不是巧合，也不是什麼靈性的術語，只是你可能會擔心，如果你看到的一切都只是意識建構出來的東西，那是不是代表這個世界並不存在？代表我現在坐的椅子，我愛的人，也全部都是假的，都不重要嗎？不是這樣的。受控制的幻覺這個講法，真正的重點不在於這個世界是不是幻覺，而在於這場幻覺是由誰參與創造出來的。大腦並不是憑空亂猜，它會跟五官所接收到的外在訊息一起做結論。所以你所經驗到的世界，並不是完全由自己的想法捏造出來的東西，但也不是100%由外在世界傳進來，讓你被動承受的東西。它是你的意識跟外面傳進來的訊息兩邊共同畫出來的一幅畫。而在這場共同創作裡，你從來都不是那個只能承受的人，你也同時是握着其中一支畫筆的那個人。既然這樣，我們真正應該關心的問題，就不再是外面到底發生了什麼，而是那個替你生成整個世界的模型，到底是根據什麼在運作的？答案，我們今天已經稍微碰到了，就是你的信念。是那些藏在你意識很深很深的地方，你自己平常碰觸不太到的信念。這也是我們接下來這個系列會一步一步帶大家去看清楚的東西。今天你不用記得那些哲學家、科學家的名字，我只想要你看完這個影片之後，找一件最近讓你很有情緒的事，然後問問自己，這件事之所以讓我那麼難受，是它本來就那麼糟，還是在我心裡某個很深的地方早就設定要這樣去經驗它了？帶着這個問題觀察幾天就好，之後你會慢慢有答案。這一集我們看到，你眼前的世界其實是你的意識跟外面傳回來的訊息一起畫出來的一幅畫，而不是一個你只能被動接收的客觀存在的世界。這也是為什麼我會說，你其實活在一場超逼真的夢境裡，逼真到你完全感覺不出來這是一場夢。但你可能會想，好吧，外面的世界是投影，那我自己做的選擇呢？我自己決定的事情，總是我自己獨立顯化的吧？下一集我要跟你說一個更顛覆的事實，連你以為自己在選、自己在決定的那個部分，很可能也只是投影出來的結果。我們下次見嘍。